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一下矩阵移动功能。矩阵移动又称马舵，常见于在机器人搬运、机器人上下料等应用场景中。我们打开辅助应用下面的机器人本体，点击矩阵移动。首先选择运动方式 P2P 或者 Line， 路径选择头到尾或者工字形走法。堆叠方式可以选择堆垛或者卸垛。接下来我们需要标记矩阵移动所需要的视角点位置。首先，我们根据自己选择的路径方式，标记第一点及第一排的起点位置，标记第二点及第一排的终点位置，标记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点的位置。这样，矩阵运动的3个主要点就标记完成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标记一个安全过渡点。准备放置点。以及放置物体的点。视角点标记完成之后，我们继续进行矩阵移动的设置项。第一点就是我们刚刚标记的 P1 点，第2点以及第3点，点击应用。接下来设置我们的行数和列数，这里我们是2行3列。设置层数和高度，这里是2层，每层高度是50毫米，并给矩阵程序文件命名。保存完成之后，我们在程序视角中打开我们刚刚的程序。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程序。首先定义了3个变量 m、n、h， 接下来 i、j、k，i、j、k 是根据我们刚刚设置的参数定义的。我们刚刚设置了2层，以及2行3列，就对应了 k、j、i。下面是 y 循环。首先，我们到达 P2P P1 点的抓取点的上方，然后到达 P1 点抓取点，然后将物体抬起到 P1 点的上方。这个程序只是包含了矩阵运动的路径点，我们需要根据刚刚我们标记的过渡点以及放置点去继续完善这个程序。在抓取完成之后，我们需要先让机器人运动到过渡点，即 P4 点。在抓取物体之前，我们也要让机器人先运动到那个安全过渡点，防止机器人与物体发生碰撞。运动到过渡点之后，我们需要放置这个物体。首先运动到放置物体的准备点，接下来是放置物体的点，
也就是我们刚刚标记的 P6 点。通常是与夹爪运动相结合的。我们添加夹爪的抓取以及放置指令。在这个抓取点的时候，我们需要将物体抓起来。之后，我们运动到放置点及 line P6 的时候，我们需要将物体放置。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程序。首先，机器人运动到安全过渡点，然后运动准备抓取点的正上方一段距离。接下来运动到抓取点位置，抓取物体，然后运动到抓取点的正上方的一点位置，之后运动到安全过渡点，再运动到准备放置物体的位置点，最后运动到放置物体的点，以及张开夹爪放置物体。切换到自动模式，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程序。点击开始运行。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在按照我们设定的顺序进行抓取物体以及放置物体。通常，矩阵运动会与传送带跟踪运动相配合使用，即我们将物体抓取完成之后放置在传送带，由传送带输送到下一个工作区间进行下一步的操作。以上就是关于矩阵运动的讲解，谢谢大家。